好，美国跟菲律宾现在举行一个肩并肩的飞弹演习，我记得之前也搞过，很快1年就到了哈。那每年都搞一次哈。然后呢，这个说，因为这个在巴丹岛离台湾很近啊，所以呢，这个巴丹岛部署了非常先进的反舰导弹，离台湾只有200公里哦，非常近，只有200公里啊。所以当然老公就会抗议了哈。那他们现在集结了14000多个士兵哦，美国大概就有9000个。然后剩下呢，这个菲律宾大概4000多个，然后澳洲有几百个啊，等等哈，其他国家有派这个观察团去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啊，我还以前没听过有一个叫做铁线礁，因为它很小很细，像铁线一样。海水上涨的时候淹过了啊。那老共前阵还去那边展示国旗啊。那我说把淹没怎么办？可能有一小点还在海面上啊，那就6个菲律宾人啊就要上，也要上这个礁。我想已经反制了，就到了就把6个菲律宾人这个扣下来进行处置查证，你来干什么？你什么人啊？你干嘛啊？等等哈，所以也增加了这个紧张的气氛哈。好，那这个美国这个叫做 NMESS 飞弹到巴丹岛的东北部哈。那另外呢，美国就讲说，你看什么意啊？我不针对你啊，我们是做例行的演习啊，那老共当然知道，怎么会不针对我呢哈？那另外呢，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来。第一次在海外部署的美军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精准击中空中目标。这场美菲肩并肩实弹军演，27号在吕宋岛面向南海的海军基地进行。美菲两国派出大约14000名士兵，选在中非冲突不断的南海军演外，美军这次行动还在菲律宾北部的巴丹岛上第一次部署反舰导弹系统。这个位置距离台湾本岛只有200多公里，反舰导弹的射程可以涵盖台菲之间的巴士海峡、巴林坦海峡多数区域。美军陆战队中将受访时还特别强调，将反舰导弹系统引入第一岛链进行海上控制，是美軍邁出新的一步。中方曾經話今次嘅軍演具挑釁性，批評菲律賓伙同域外國家大搞軍事演習，並且重申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別國干涉。軍事演習，共軍也有新動作。隸屬東部戰區駐地福建廈門，被稱為對台一線部隊的陸軍第73集團進行遠程投送訓練，過程模擬橋梁遭破壞、間諜滲透、通訊網絡被切斷等特殊情況。部隊使用衛星、無人機重建指揮，解決突發事件。此外，中國海警27號最新通報表示，有6名菲律賓人員不顧警告勸阻，登上南沙群島鐵線礁，已經進行查證處置。外界評論此舉勢必引起雙邊關係緊張。那凤馨怎麼看？會緊張嗎？我先讲一下，我不是講你，我說局勢會不會緊張？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这是全世界在跟川普的一个赛局。它既是经贸的，它也是国际安全的。那么当然，现在美菲的这个军演他们其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每年固定的举行。当然这一次的规模其实比较大。刚刚提到的铁线礁，它之所以特别受到瞩目，因为它距离中国大陆呢特别的填岛，然后呢加强防备的中业岛非常的接近所以呢，中国大陆可以快速的反应，然后让菲律宾知道说，你的铁线礁，这个铁线礁这附近，你想要任何你的闯入，其实都是很困难的。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都还只是表面上面的军事演习，这是固定的。我觉得真正的关键点在于，全世界现在如何的看待美国。刚刚你们前一段呢，其实在谈的都是美国人自己怎么看川普。那么坦白说，我本来不太在乎美国的对于川普的民调，因为他的支持者如果还是铁杆的这个支持川普的话，其实对川普没有影响。但是最近的民调，其实我必须说，他对川普已经产生了影响。CNN 的民调呢是80年来的最低，然后 ABC 的民调呢是70年来的最低，只有39%。就连呢川普最相信的媒体福斯做出来的民调44%，也是他第一任一直到第2任最低的这样的水准。那这里面呢，通篇一律的都是3个关键字的不满意：经济的不满意、通膨的不满意，还有关税的不满意。而且呢，密西根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对于美国未来的通膨的预期，各位，我现在看什么70年的数字、80年的数字，他们现在对于通膨的数字呢，未来1年的通膨预期达到6.5%，这是创下了43年来的记录。
你就知道现在美国人其实他确实是生存在一个高度物价上涨的压力当中。但是国际又如何的来看待川普？今天是28号。好，那当然，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加拿大就要举行国会大选，决定他下一任的执政党。那我觉得这是全世界面对川普的第一张骨牌。为什么？川普上任之前就对加拿大非常的不客气啊，因为加拿大现在的执政党自由党，其实它跟美国的共和党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它跟民主党关系是比较好的哈，所以你看到之前的杜鲁道，他就跟拜登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后来杜鲁道呢，他在这个川普一上任了之后，被川普几次羞辱，他的民调也降到了最低，自由党的民调降到只剩下20%不到了，眼看着加拿大的保守党其实就准备要兴师回槽，然后呢要取代自由党，然后成为加拿大的下一任的执政党。结果他们换了党魁，也就换了这个总理，那换上的是卡尼。卡尼是政治素人，但是他是金融圈出身的。他既担任过加拿大央行总裁，他还担任过英格兰央行总裁。就英国特别聘了一个外国人来当他们的中央银行总裁，这件事情这是很少见的。好，100年来第一位。那卡尼呢？他以金融圈的巨子，然后呢来加拿大自由党的主席党魁，然后呢兼这个英国的首相。他打出来的最主要的旗号就是反川普。他现在的民调已经到40%了。现在一般认为，今天投完票之后呢，自由党会继续执政，这是国际上面的第一张骨牌。那第二张骨牌可能会是哪里呢？我们要观察的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5月就要举行这个国会的期中选举。那国会期中选举现在，小马可仕的民调，他已经低到比那个莎拉，就是杜特地的女儿还要来得低了。那照出来选出来的结果，如果对小马可仕不利的话，那会是全世界给美国的第2个讯号。那第3个讯号就是6月韩国就要选总统。那现在呢，已经确定的候选人，最重要的是在野党的这个领导人，就是李在明。他这一次打出来，当然就是中间牌啦哦。但我们知道李在明其实长期是反美的记录，那你就知道说，从这个加拿大他最亲近的邻居，然后再到第一岛链的菲律宾，然后再到这个第一岛链的韩国，我觉得4、5、6其实都只差不多2-3个礼拜，都有一个选举结果可以让我们去看分晓。那么最近其实布鲁金斯学会或布鲁金斯研究所，你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单位它其实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智库，而且呢有100年的历史传统，然后非常的受到这个尊敬的这个布鲁金斯学院，它呢做了一份民调。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在2024年的7月这个2024年的7月。跟这一次是4月，其实它是从2月开始做那么做的对象就是台湾跟韩国。我这边呢，很快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现在是如何的以美这件事情，不需要任何政治人物来操作。我觉得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知识，然后关心现在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有这样的倾向。请注意，它是2月到4月做的，所以这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对等关税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份民调，而不是对等关税之后才做的这份民调。最明显的例子是，你认为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提供援助？那么认为不会提供援助的上升了9个百分点，上升11个百分点，来到46.7%。认为会援助的降低了8个百分点，来到37.5%。但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有趣的，就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可以信任的盟友？认为不可信任的增加了13.9个百分点，来到37.9%。认为可信任的降到23.1%，降低了10.5个百分点。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之所以还会有23.1%认为这个川普特别值得信任的原因当然民进党这个贡献还蛮大的，民进党支持者当中1半认为那川普是可信任的那不过最后要提一点就是呢，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你觉得你的国家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认为更不安全的高达65%。
这是布鲁金斯所做的调查，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讲说这是中共同路人所做的调查。好，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呢叫做柏鸿辉，3月到美国，因为他去这个接收 F-16这个 BLK 70的战机交接了哈。那他这样提出要求说，我们希望能够买这个6架E-2D 的这个预警机，还要买 MH-60R 的反潜直升机。老美不卖。老美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只要你买不对称战力的这个武器，这个非不对称战力不卖。不对称战力本来我们希望在海上就把它打掉，制空制海，不要登陆。不对称战基本上就是已经打上来了，没办法了。所以呢，我怎么办呢？就搞这个不对称。我用这个小兵去立大功。所以呢，你说你跟美国这么好。”美国很多武器，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国防部副总提出来的一定都是经过评估的嘛，不卖就不卖啊。刚凤新讲这个调查 ，Brookings 做的今天在中国时报跟联合报都放在头版头啊。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信不信任了就是说呢，现在呢46.7%是不信任川普，到时候老共打我们我们可能这个老美会帮助我们的，有46.7%是不信任的哈。那另外呢？认为会帮助我们的还是蛮高的了哈，有37，还算是高哈。当然，我现在中里面民进党起码占了贡献了什么2/3的这个力量哈。那另外呢，台湾有没有变得更安全哈？台湾有65.1%是不同意川普当选以后呢，台湾会变得更安全，觉得会变得更安全只有10.3%。大家都知道，川普来以后，台湾会变得更不安全。但你怎么相信说他会帮你出兵帮你打共产党的打中共呢？另外呢，这个美国的调查是说呢，军事资源观感只有33.5%是正面的所以其他几乎都是负面。他这是去年7月做的一个调查，今年4月又做个调查，这2个调查也不过就差9个月，但是这个观感呢，立刻有非常大的这个转变那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无条件停火。问题是，乌克兰无条件，俄罗斯是有条件的他要你这个要你那个，你怎么办那另外呢，这个北韩去帮助北韩派了14000个军人去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听说已经死掉3000人。北韩继续派，为什么呢？因为北韩军人开始搞不懂无人机到底怎么操作新式的武器怎么操作北韩也利用这个机会去演习，这些1万个人将来回北韩去，一定是教官嘛，告诉他们现代战争怎么打那泽连斯基说，北韩打的飞弹。里面呢打下来发觉零件是美国制作的，美国制造的零件，那怎么被北韩拿来用呢？那美国怎么管制他们的武器零件呢？不很好笑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礼拜6下午虽然很多人上凯道但是呢。这个新北地检署今天一大早就去搜索新北市党部，而且好像把他们那个原来把他主委什么都带去约谈那但是呢，党部办公室没收好像有从家里把他人带走然后呢，新北大家还在惊讶的时候呢，基隆也去收了这个我们看从台南开始，台南、嘉义、花莲然后台北、新北这个基隆现在都去了那书记长跟书记也被带回好吧，这个反正检调兵分多路那新北的主委黄志雄也做过立法委员他说你这样打击异己会有后坐力的他其实是个蛮温和的人那今天一天新北基隆就被收缩，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检调就想把你国民党的组织全部给你打垮看你怎样。事实上有没有效果？事实上有了因为人被他打压通常有2种人，一种人就退缩了，那就算了，有一部分就这样了。我知道有一部分罢免的国民党的罢免绿营的发起人现在就很退缩，也不敢讲话，而且检察官他们自己本身也不能联络，他们也不敢联络有的就觉得更有这个反抗力你这样整我非要跟你干到底不可。现在分成2种，但是的确也造成寒蝉效应有一些人呢就有点怕，因为联署呢还要这个写什么这各自很多嘛，有些就怕那林佩祥基隆立法委员说呢，司法不公是差别办案。因为他们去，当时不是100多个人，这个等于伪造文书要罢林佩祥吗？对，有没有去搜人家的党部？没有有时候民进党党部没有，提到家里一大早6点多，我说你这么早来扰民干嘛呢？
我们法务部长说，基隆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基隆人习惯都是早上5、6点就起床吗？哦，你住过基隆，基隆真是这样子吗？哦，好吧，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说哈，国民党的议员在思冈那个选区，大家都很努力啊，我知道每个议员都很努力啊，每个议员都有 quota 哈，所以大概应该没通过2检没问题。但是呢，罢吴沛这边呢，大家就李孝亮还是很积极了，但他一个人没用啊，光他一个人积极什么用呢？议员都不动。哦，议员都不动，每个议员不动。哦，那个选区的议员本身呢，就平常就是思考自己的啊，甚至彼此这个扯对方的后腿。哦，真的，我讲白就是你扯我后腿，我扯你后腿。到这个时候呢，通通不动。哦，那照理上党不应该给他们扣他，应该给他们配合，你一个就要过3000人、5000人的。哦，反正呢，所以呢，这个罢免吴沛忆这边现在几乎是变成一个这个停止的状态。我们看一下。闲事不实的连署吗？面对镜头不发一语，被调查局人带进车里，他是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真荣。而在陈真荣上车之后，党部书记朱培仪也低着头从党部离去，送往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约谈。近2周前搜索罢团及区党部后，侦办罢免绿营立委幽灵连署，这回检调指导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共带回3人。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但类似的搜索行动，除了新北，还有基隆。党工在办公室里拨打手机联络28号上午9点多，基隆市调查站派员搜索国民党基隆市党部，据了解，可能与民党议员张志豪、郑文婷的罢免案有关。这场大恶罢，这场恶性的罢免，已经到了一种让人觉得不堪的地步。这些所谓的东厂，这些盖世太保们，今天能够不顾一切的继续要往前冲，完全不顾所谓的比例原则，不顾司法正义，最后民众反扑的力量就会到这位独裁者赖清德身上。一个是开视讯会议要求各处严办，一个是发生了，检方说没有人告我不知道。好，司法人员都向政府效忠吗？这是我们要的司法吗？侦办幽灵连数案件各地烽火连天，眼下蓝营基层人人自危。志刚是这样啊，这上个礼拜6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本来大家期待说，检调可能会看到这个气势上来啊，也许缓个1-2天，没想到礼拜1上班第一天8点就冲门而入，加码，不但的兵分多路，而且把人持续带走，包含新北啊，新北就不是被冲第2次啦，前2个礼拜就被冲3重，板桥这在新北是被冲第2次，那基隆也是啊，但是基隆不是林佩祥吗？不是罢林佩祥117个这个死亡联署，只看到这个检察官呢去轻轻的敲人家门，然后最后都是以证人请回哦，请注意哦，证人的身份请回哦，领衔人是证人请回，而且他还可以改自己的时间。是，但是我们的人呢，只要是领衔人等等，收押禁见，然后这整个就是重保搜索，然后呢无限上纲到我们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所以你看到检调在办，完全是2个不同的，不要说什么颜色办案，就两道不同的标准啊。那对蓝的呢，不管罢免哪一个部分呢，基本上都是追查到底；罢绿的部分呢，就罢绿党部分就轻轻放下。我觉得他除了这个以追查所谓的联署作为一个目的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国民党在这个几个重要城市的党部，通通给你掏空。通通给你这样，整个在唱这个空城计。你说现在好了，台北市党部的这个主委不在，书记长不在，干事长不在，等于是最重要的几个干部通通不在，只剩下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做行政的人员早上去开门。新北也是啊，新北现在几个重要的3重板桥被带走，问话他都动不了。然后呢，这个台南也是啊，台南本来就人这么少，关1个月了，已经关1个多月了。我认为党中央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把这些人的律师团呢，要统统集合在一起，用一个统整的那个诉讼策略，不要让每个律师团都是各自作战，他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法律逻辑在里面，然后统一的来做一些提出的一个抗告的动作。那另外，同样的，他也要用这种方式，让一般的民众有寒蝉效应。你不要讲哦，虽然说气愤的很多，但怕的也很多。我们每天在这个路上联署，有人担心，你的资料会不会漏出去？资料被政府拿到，会不会清算？我是公务员退休，我对现状很不满，但是我怕我的被清算，
退休金拿不到，然后甚至有的人是这个现在还是在任的公务员，可以表达不满，但是害怕呀。所以你说有没有寒蝉效应？我认为还是有。如果没有寒蝉效应的话，其实这些过去也许公务教的朋友可能会更踊跃，不管是退休的或在任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检察官的手段其实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就不要说什么有一个谬论说好像有投票就是不是专制，错啊！希特勒时代有投票啊？有啊，希特勒有投票的。现在土耳其也有啊，叫做民主专制啊。你跟俄罗斯，他以为共产国家没投票。苏联时代是有投票的，普丁也有投票，普丁一直大家不要以为中国大陆没投票啊，中国大陆是有投票的，伊朗也有投票，伊朗也有投票，所以不是说我投票就代表说这不是专制政权，重点是你拿到权力之后手段是否专制，是否清算政敌，我觉得要以这个标准来看，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那台湾确实在走向这个专制之路啊，所以我觉得还剩一段时间，我想这位好朋友如果对民主政治还有所坚持的话，来多多支持我们的联署，好不好？有没有寒蝉效应？在台北市的中正万华呢，看起来就有寒蝉效应。好，我们看一下。罢免吴思瑶的联署站，不用带身份证。趁周末摆摊冲刺罢免吴思瑶蓝营选区议员，全力催收联署书。在被检调搜索约谈后，议长戴锡清到场声援，罢免吴思瑶团队更有新血加入。反观罢免吴沛忆团队，地方上看似没议员支援，成员还陆续退出。我们志工其实一直都是蛮缺的，其实我真的也是蛮担心。之后联署我们要怎么走下去？联署出状况，资源也不够，难道是在地议员补选机会零吗？毕竟地方上蓝营议员曾表态要选立委的钟小平和郭昭言，这次都没有意愿。因小薇官司缠身羁押中，吴志刚也相对低调。不止罢免绿委2阶有状况，民团罢免叶元之，最后截止日5月6号，距离安全门槛还差5000份，也喊告急。绿议员透露，或许民众觉得会过就没来签，也有人不知叶元之选区是板东还板西，这几天让曹兴诚和绿营民代都在帮催收，2阶门槛难度更高，罢免蓝绿都有阵营拉警报。那凤青怎么看？其实我们在看这世界上什么样子叫做独裁，什么叫做专制，什么叫做威权，什么叫真民主。其实呢，重点不是能不能投票，重点不是能不能上街头。土耳其前阵子其实是人民上街头，上百万人上街头，也是在抗议土耳其现任的总统啊。上街头就代表这个总统他不威权吗？不独裁吗？不专制吗？不是。不要那么没有国际常识，讲那种说只要能够上街头就代表是民主这件事情，只是代表你对于国际缺乏基本的常识跟知识。那为什么要上街头告诉大家说这是专制的，这是独裁的？有2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指标是媒体，一个指标是司法。就如果他的媒体是被控制的，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打压反对自己的声音的媒体的话，这在国际上面都会被认为是走向专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那么如果说他今天呢，甚至于动用司法，然后来去对待异己。前一阵子，土耳其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上街头，就是因为土耳其的司法单位去办了他们首都的市长，而这个首都的市长被认为是土耳其总统Erdogan最重要的政敌。所以，当你去对付政敌的时候，用司法手段去对付政敌的时候，也会被认为你希望能够在你自己的内部一党独大，然后专制、威权，然后没有人可以阻挡你。所以今天你看到说，当司法机构他用不对等的武器，然后用不对等的武器，用看不出来的理由，然后呢去对待在野党的这所有的这一些各地的这样子的组织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要走向威权，走向独裁，走向让他一党独大的这个时刻点。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时间点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点。司法单位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时间点。明年，因为我们的检察总长啊，其实就是管各地的检察官办案最重要的一个首长。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是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的。那么现任的检察总长邢太昭，他是2022年5月8号上任的。
那整个的这个任期是4年不得连任。换句话说呢，他的任期是到2026年的5月8号。依规定，在明年的4月。总统就必须要提名新的检察总长的人选，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只要立法院现在蓝白加起来是多数，出来的检察总长就不可能完全的听命于赖清德总统。那这个时候，但凡在这个时候政治表现的检察官，到时候以他们这种政治办案的性格，在考绩上面不可能好，在升迁上面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希望的是一个中立的检察总长，而不是向着权力摇尾巴的狗尾巴的这个检察总长。所以现在把你国民党罢掉啊？对啊，罢掉以后，你立法院就我提名谁，你就要接受谁。就你不接受，我表决赢你啊，对不对？那到时候听他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对。